州现任副总统哈里斯与前总统特朗普正式对决。经过激烈的角逐，11月6日，被美联社等美国媒体测算，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获得当选总统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不出意外的话，特朗普将赢得这次大选。那么，他是否会遵守之前的承诺，快速结束俄乌战争？希望大家在评论区留言，发表自己的观点。大家是否觉得美国大选还会出现什么变数？也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俄军伤亡破70万，莫斯科发万人坑指导手册，就地掩埋俄士兵。俄军装备在退化，从骑摩托车变成骑电动车。乌俄最新战报：库尔斯克俄军疑似抛弃朝鲜士兵，独自逃跑。以军再次清除多名真主党指挥官，地面行动进入深入阶段。欧盟与韩国提升合作等级。B-21完成试飞，美空军实力再度飞跃。精彩资讯即将开始。11月4日，据乌克兰公布的俄军损失数据显示，俄军伤亡已突破70万，达到70万零390人。这个数据是阿富汗战争损失的7倍。其中，除了俄军每月动员的2.5万到3万人外，还包括大量非洲和亚洲人，特别是其最近向朝鲜借的1.2万人。据基辅邮报称，由于俄军伤亡过大，克里姆林宫已经开始向参与乌克兰战争的军事单位分发名为“战时紧急埋葬”的指导手册。报道称，这份长达20页的教科书详细说明了万人坑的大小、建造步骤、所需设备清单，以及建造一个100人墓地所需的人力，甚至是每户放置裹尸袋的数量都有严格规定。俄军这是故土回不去，打算就地安家了。而目前唯一有记录且埋葬俄军士兵的万人坑是在乌东的顿巴斯地区。要知道，俄罗斯自2022年9月后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俄军伤亡数据，即使当时他们宣称仅损失了不到6000名士兵，但如今的现实情况狠狠扇回了这一巴掌。此外，随着俄军伤亡突破70万，俄军的武器装备损失也达到了极限。俄前线摩托化旅的行军部队从最开始乘坐装甲车、运兵车、骑摩托车推进，退化成如今骑电动车推进。据乌克兰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俄军如今已经损失了9193辆坦克、18538辆装甲车、18280辆卡车、28237辆加油车、3587辆特种设备。这个损失对俄罗斯来说是致命的。俄军已经将苏联库存消耗殆尽，而且由于欧美的制裁导致零配件缺失，无法大量制造新的装备。最有意思的是，俄罗斯管后勤的副总司令米尔扎耶夫少将因贿赂在莫斯科被捕。俄罗斯现在是前线高消耗，后方被偷家，俄军裸奔推进的情况正与日俱增。11月4日，据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有超过90%的乌克兰人认为俄罗斯已经耗尽资源，只要盟国给予足够的帮助，乌克兰就能给予俄罗斯沉重打击，赢得最终的胜利。值得注意的是，这场战争的代价可能最终会超过俄罗斯的想象。看看如今的俄罗斯，供电需要求助格鲁吉亚，客运飞机需要求助哈萨克斯坦，武器需要求助伊朗和朝鲜，甚至最基础的士兵都要向朝鲜和非洲求助。普京24年前承诺的强大俄罗斯，难道就是如此吗？前线方向，俄军抛弃朝鲜士兵，独自逃跑。库尔斯克前线过去24小时没有可确认的战线变化，俄军集中兵力试图夺回失去的领土，但遭遇反击。乌军使用反坦克武器、火炮、无人机不断摧毁俄军突击部队，持续给俄军造成损失。如乌军第36海军陆战旅在库尔斯克的奥布霍夫卡东部击退了超20辆坦克装甲车组成的俄军攻势。在战斗中，乌军动用标枪反坦克导弹，精确摧毁了俄军5辆 BMP 步兵战车，将其打出战场。而作为俄军重要援军的朝鲜士兵，出师未捷身先死。11月4日，据乌克兰反虚假信息负责人安德烈·科瓦连科表示，第一批进入库尔斯克作战的朝鲜士兵尚未发起人海冲锋，就遭遇炮火袭击，目前战况有待进一步披露。不过，在战场上已经出现了疑似俄军驾驶装甲车抛弃朝鲜士兵独自逃跑的视频。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该视频内容是朝鲜40人小队与乌军首次交战的部分画面。
通过视频画面，我们能看到俄军3辆 BTR-82装甲运兵车，其中一辆在前方对着连区开火，说明乌军在连区。但朝鲜士兵下车后并没有向前进攻，而是集体跑向后方的 BTR-82装甲车。俄军见状，无视掩护步兵的责任，直接驶离。不知是被朝鲜士兵的怯懦气的，还是俄朝双方语言不通导致。或许这才是当初朝鲜40人小队被歼灭到只剩1人的主要原因。此外，据朝鲜先驱报的最新报道，目前出现在库尔斯克的这批朝鲜士兵，其价格不菲。除每个士兵需付$2000的月薪外，俄罗斯每年还要向朝鲜提供60到70万吨大米，解决朝鲜的粮荒，提供先进的太空技术，提升朝鲜远程运载火箭的水平。而且除军队外，目前约有4000名朝鲜工人在俄罗斯享受着平均工资每月800元的待遇。用评论区观众老爷的话说，就是朝鲜和俄罗斯在用肉换肉。当然，最吸引金胖胖的一个条件，据说是一旦朝鲜半岛发生战争，俄军承诺会直接参战支援朝鲜。这或许才是金胖胖会答应把上万原无平原作战经验的朝鲜士兵投入乌俄战场的原因，跟保家卫国的口号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哈尔科夫10月4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图像显示，乌军发起了新一轮反击，目前正在水库东岸赫里伯克以西的位置展开激战，目前战况未明。在克里米纳方向，俄军正从诺沃萨多夫向特尔尼的乌军阵地发起攻势，双方在特尔尼及其东部田野发生激烈的战斗。过程中，一辆俄军步兵战车突破乌军防线，闯入到后方阵地中，最后被乌军第67机械化旅的一架 FPV 无人机摧毁。与此同时，此地的俄军临时据点遭到乌军炮弹打击而被摧毁。托列茨克方向，据10月4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乌军收复了涅利皮夫卡中部的阵地，目前正向纽约村推进。红军村方向，乌军为了加强该地区的防御，乌克兰国民警卫队司令官奥列克桑德尔·皮夫年科亲自来到前线，与前线指挥官们探讨了作战情况和俄军行动。考虑到俄军集中了大量兵力，疯狂用火炮和飞机轰炸乌军阵地，最终皮夫年科做出决定，将为该方向作战的乌军部队提供更多弹药、装备和无人机。与此同时，泽连斯基、希尔斯基、巴尔吉列维奇、乌梅罗夫也举行了会议，讨论了前线局势。乌军接下来的行动重点将放在红军村、库拉霍夫、托列茨克和库皮扬斯克的防御上。在乌南赫尔松地区，乌军第73旅继续在第聂伯沿岸阻击俄军。在打退俄军的几次登岛作战攻势后，乌军第73旅的特种部队突然发起反击，目标直指赫尔松左岸的俄军据点，并且在行动中使用 FPV 无人机摧毁了俄军的一个军火库。虽然俄军前线军火库的规模比不上被摧毁的俄罗斯境内的大型军火库，但却对战场前线的俄军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综上所述，对于如今的乌军来说，给前进俄军造成最大损失已经成为其首要任务。俄军每前进1米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对此，《华尔街日报》10月4日也高度评价称，乌军无人机和操作员已成为乌俄战场上最致命的武器和士兵，他们能够在超远的距离上精确摧毁俄军高价值目标。如乌军就曾用数百万无人机击落俄军数百万美元的米8直升机，而且如今的乌克兰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将无人机部队整合到大部分武装部队中的国家，并建立起相应的技术中心和弹药生产车间。可以说，乌军在现代化战争的优势特点就是其熟练的无人机操作员和无人机先进技术。首先是美国，据福布斯报道，在美国最新援助的4.25亿美元援助计划中，至少包括了212辆史崔克装甲车，且大多数将部署在库尔斯克。这将使库尔斯克乌军拥有的装甲战车总数增至近400辆，战斗力大增。美国驻乌克兰大使布里奇特·布林克也宣称，在今年，美国已资助成立了800个机动反俄军无人机火力小组，难怪现在乌军击落俄无人机的能力大增。德国方面，据基辅邮报报道，德国外交部长安娜莱纳贝尔伯克在10月4日访问基辅期间宣布，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2亿欧元的冬季援助资金。他表示，这笔援助资金将用于帮助那些受俄军空袭影响严重的乌克兰人，为其提供必需的保暖用品。与此同时，乌克兰官员警告说，莫斯科正准备在冬季之前对乌克兰的能源设施进行打击，从而使乌克兰陷入持久的寒冷，打破乌军继续战斗的信念。对此，德国还承诺额外投入1.7亿欧元来加强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以便在冬季来临之前更好地应对俄军空袭。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中东。根据媒体报道，11月4日，以色列军队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真主党指挥官等目标，并在空袭中先后清除了多名真主党指挥官。目前，以军已证实清除了真主党火箭弹系统的高级指挥官贾法尔·卡德尔·乌法尔，他是真主党在宾特朱拜勒地区的负责人，长期对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袭击。此外，以军还清除了西亚姆地区的真主党指挥官法鲁克·阿明·阿拉西和尤素夫·艾哈迈德·努恩，这2名指挥官负责向以色列北部发射火箭弹。消息人士称，此次袭击是以军在真主党主要据点西亚姆大规模军事行动的一部分。随着以军进入西亚姆，地面行动已进入最深入阶段。此外，以军还在黎巴嫩其他战线开展行动，并清除了真主党空中部队的专家阿里·巴拉卡特。其实，真主党的空军就是发射无人机和火箭弹而已。巴拉卡特就长期从事相关武器的研发工作。除地面部队行动以外，以色列海上突击队也在近日有所行动。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隶属于以色列海军的第13突击队自地中海2栖登陆黎巴嫩，然后伪装成黎巴嫩安全部队士兵，在巴特伦展开了一场突击行动，捕获了真主党海上武装力量的一名重要成员。后续又将该成员带回了以色列军情局第504部队。以色列此前仅对黎巴嫩南部发起了地面行动，对黎巴嫩北部则是以空袭为主。这次海上突击队的行动则表明，如今的以军行动范围已经不仅局限在黎巴嫩南部地带了。另外，从以军的多线行动以及真主党为数不多的反击行动来看，真主党大概率已经支撑不了多久了。与此同时，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也在继续。根据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以色列安全局近日对外宣称，用导弹袭击了哈马斯核心成员卡萨布。据悉，卡萨布是哈马斯对外关系的负责人，也是该组织在加沙地带的联络部部长，主要负责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与其他武装组织的军事关系等事务，并从中协调向以色列发动攻击。媒体表示，卡萨布一直都非常注意自身行踪，长期都未曾暴露，曾让外界误以为他已经离开加沙。而以军却能掌握其准确情报，可见其可能已经对该组织进行渗透。与卡萨布一同被清除的还有他的助手艾曼·阿耶什。目前哈马斯方面已证实2人阵亡。另外，根据相关媒体报道，以军对加沙城以及周边城市发动猛攻，试图摧毁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和指挥中心，其中以杰巴利耶的战斗最为激烈。以军已把幼师步兵旅部署到了该地区。在加沙地带中心，努塞拉特则成为了以军的重点攻击目标，以破坏数座建筑物。这些迹象都表明，以色列近期正扩大对哈马斯的行动，大有一鼓作气彻底解决加沙问题的架势。除此之外，伊朗与以色列的紧张关系也备受国际关注。伊朗此前说要在美国大选前向以色列发动更强力的反击，除将使用威力更强的武器外，还会出动常规部队，甚至通过伊拉克领土打击以色列的军事设施。但如今11月5日已过，伊朗所谓的反击行动迟迟没有兑现，可见其似乎有点色厉内荬。另外，有消息称，伊朗更改了报复计划，将会在美国大选之后进行，以免影响大选结果。可见美国之前的警告给伊朗带来了巨大压力，更何况美国现在真的将 B-52轰炸机等军备部署到了卡塔尔的空军基地，并声称伊朗的任何报复行动都可能让美军出动。所以，至于伊朗的威胁是否会成为现实，或者说是在放空话，目前仍有待观察。此外，根据伊朗媒体报道，驻戈勒斯坦省的尼尼微旅指挥官哈米德·马赞达拉尼在伊朗东南部希尔坎市附近执行任务时坠机身亡。关于飞机的失事原因，现在没有确切的调查结果，不知道这是不是一起普通的空难。目前伊朗方面尚未回应此事，具体消息有待进一步验证。另一方面，根据印度时报报道，土耳其已致函联合国，呼吁国际方面停止向以色列运送武器，其中包括沙特、巴西、阿尔及利亚、伊朗、俄罗斯等52个国家，以及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也参与签署了这封信函。此外，土耳其方面还强调，如果以色列攻击伊朗的核设施，中东局势可能出现重大升级。与此同时，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助理涉嫌泄露国家安全机密被捕。根据以色列时报报道，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近日对一起泄露事件展开调查，
逮捕了内塔尼亚胡的一名助理，原因是其涉嫌向德国媒体提供机密信息。在该消息传出后，内塔尼亚胡一直试图与此案保持距离，并声称他的办公室没有人被捕或接受调查。但据多家媒体报道，这名助手名为埃利泽·菲尔德斯坦，他过去1年来除了名义上的身份之外，实际上一直以总理办公室员工的身份工作，而且在多张官方照片中，他还与内塔尼亚胡并肩而立。需要注意的是，根据以色列公共广播透露，菲尔德斯坦此前没有通过测谎测试，因此其并没有获得能够在总理办公室工作所需的安全许可。目前调查人员正在审查此案的多项问题，例如机密文件为何会泄露，又或是内塔尼亚胡为何会允许没有安全许可的顾问进入其本应禁止的进入的会议和场所。至于菲尔德斯坦的背景身份以及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也将会是调查的一项重点。总的来说，内塔尼亚胡助理疑似因泄密被查一事，大概率会为本就不稳定的中东局势再添一把火。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半岛局势。根据韩联社报道，朝鲜在试射完最新型的洲际弹道导弹火星19后，美国、韩国和日本于11月3日举行了一场联合空中演习，其中美国出动了 B-1B 轰炸机，韩国出动了 F-15K 和 KF-16 战机，日本出动了 F-2 战机。另外，朝鲜此前说要在美国大选前后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本以为其只是在进行言语上的威慑，没想到朝鲜竟然说到做到。10月5日，韩国军方侦测到朝鲜于当天向东部海域发射了型号不明的弹道导弹，目前其正在分析导弹的飞行距离、型号等具体参数。另一方面，根据法新社报道，11月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朝鲜外务相崔善基。同一天，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何塞普·博雷利也访问了韩国，并与韩国外长赵对列、防长金龙显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欧盟与韩国之间的安全和防务合作问题。按照博雷利的说法，欧盟与韩国将提升合作等级，但其并没有透露更具体的细节。根据印度媒体报道，美印特种部队将在爱达荷州的奥查德战斗训练中心举行联演，代号为霹雳。演习时间为11月2日至22日。演练内容包括策划联合团队任务、侦察任务、无人航空系统的使用以及特种作战中的心理战等，旨在增强两国特种部队在沙漠和半沙漠环境中执行联合行动的作战能力。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和印尼海军将在泗水港和爪哇海举行两国海军史上首次联合演习，代号为奥鲁达2024。演习时间为10月4日至8日，其中俄罗斯出动了太平洋舰队中的响亮号、尖锐号，以及俄联邦英雄奥尔达尔期间扎波夫号护卫舰和佩琴加号保障船。另外，俄罗斯表示希望每年都能够与印尼举行这种演习，并逐渐扩大其规模。美空军耗资数百亿美元打造的 B-21 隐身轰炸机，在10月底试飞成功，成为一款数字化轰炸机。B-21 运用敏捷式软件开发、数字工程和先进制造技术，不仅降低生产风险，更便于后续维护。目前已有6架 B-21 在加州帕姆代尔厂区进行着最终组装与测试，而且随着 B-21 持续测试，这款新型轰炸机将在美国执行全球战略任务时扮演关键角色。美国空军实力也迈入了新时代。根据美国海军新闻报道，法国海军布列塔尼号最近结束了在亚太地区为期7个月的部署。法国计划于本月向亚太地区部署更多军舰，包括带高乐核动力航母、一艘地平线级防空驱逐舰、一艘阿基坦级巡防舰、一艘核动力潜艇和数艘辅助舰等。大约3000名海军水兵和飞行员将会执行此项任务。另外，按照法国计划，此次部署行动将会持续数月，期间可能会与印度、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和英国等伙伴国家举行联合演习。与此同时，根据中时新闻网报道，法国在近期举办的欧洲海事展上公开了一款最新设计的3000吨级潜艇的新概念，名为黑剑梭鱼，旨在执行各种情侦监以及水下巡逻与特种部队作战任务。它采用开放式战斗系统架构，可根据用户需求整合所需装备和技术，以应对不同作战环境。在外形上，其采用改良版流体动力学设计，有助于隐身和减震。在动力上搭载新一代锂离子电池，不仅降低了噪音，还具备优异的水下续航力和高速性能。在武器上，可混合搭配30枚鱼雷、导弹、水雷等武器，
能以强大火力打击来袭威胁。最关键的是，黑剑梭鱼潜艇所采用的技术已在法国海军其他梭鱼级核动力攻击潜艇上得到了充分验证。除具备优异战力外，舰上士兵生活条件也将较现役潜艇更为优良，有助于提升水下作战时间长度。好了，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心中乌军的作战优势有哪些？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